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——重庆姐弟坠亡案。这个案件不仅让人愤怒，更让人不寒而栗。一个亲生父亲亲手把自己的2个孩子从15楼推下，而这背后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他所谓的真爱。今天我们就来还原这个案件的全过程，带大家走进这起人伦惨剧的真相。故事的主人公张波1994年出生在重庆长寿区葛兰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，家境贫寒，父亲是一个砌墙工，去世多年。张波的家庭条件不好，从小成绩也不好，小学刚毕业就随村里外出的众多打工人一起去往重庆市里打拼。虽然张波没什么文化，但靠着天生帅气的脸、活泛的脑子和一张会说甜言蜜语的嘴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。但他却并没有混出多大的名头，只是进了一家小贷公司，生活勉强还过得去。2016年，张波与陈美玲相识。陈美玲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都是有文化的科研工作者。陈美玲自己也是本科毕业，家境相对优越。当乖乖女遇到油嘴滑舌的社会油条，很快就沦陷了。交往仅仅3个多月，陈美玲意外怀孕。陈美玲的父母得知此事后，极力反对二人在一起，因为2个家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都是门不当户不对的。虽然家庭条件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，但是作为活了大半辈子的人，陈美玲的父母还是看出了张波是个生性懒惰、不会很努力工作的人。看到陈美玲的犹豫，张波找到陈美玲说，不管陈美玲要或者不要这个孩子，他都尊重陈美玲的意见。如果陈美玲生下这个孩子，他愿意努力赚钱养家，用一生来呵护他们。这番话让陈美玲深受感动，认为张波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就这样，2017年8月17日，二人领了结婚证。考虑到张波家庭条件不好，陈家说，只要张波对女儿好，彩礼可以1分不要。不但没有要彩礼，陈家还共同承担了部分酒席钱，甚至婚戒都是陈美玲自己买的。2018年3月11日，女儿雪雪出生。陈美玲辞去了正处于上升期的工作，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。而张波则在雪雪出生后不久，拿着陈美玲的钱跟朋友开了家借贷公司。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人脉，事业有所起色，生活也逐渐宽裕。但似乎他也变得不那么安分。雪雪出生后10个月，2019年1月6日，陈美玲再度生下了儿子瑞瑞。也就是说，陈美玲在坐月子期间就怀上了2胎。由于陈美玲要照顾2个孩子，有点吃不消，于是女儿雪雪就被送到外婆家照顾。张波每次去丈母娘家，都是直接躲在房间里玩游戏，从没有主动抱过雪雪。开始陈美玲以为张波也是因为有老一辈的影响，有重男轻女的观念，可儿子瑞瑞出生后，张波也依然如此。2019年4月，3个月大的儿子瑞瑞感染肺炎，一度病危，是陈美玲和孩子外婆在医院照顾了1周。期间张波只去了医院2次，到了医院也都是短短逗留，电话还响个不停。接电话时还一定要背着陈美玲。陈美玲隐隐的感觉丈夫可能出轨了。事实证明，陈美玲的猜测是对的。2019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张波认识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富二代叶成晨。叶成晨不仅和张波同岁，还和张波是同乡，也是重庆长寿区葛兰镇人。叶成晨的父母早年依靠房地产生意发家致富，攒下了不少家底，后来还成立了一家名为重庆顺泰的食品公司，生产和销售各种腌制酱卤食品。同时他们还出资入股多家企业。很快，张波隐瞒了自己已婚已育的事实，与叶晨晨发展成了情人关系。等到叶晨晨发现自己被小三时，他的态度变了。他不想做小三，他要张波给他一个交代。而陈美玲在得知叶晨晨的存在后，为了给1岁的女儿和3个月大的儿子一个完整的家，陈美玲3次给张波下跪，试图挽回这段感情。最大的努力去挽回那个家，我能为他下3次跪。
离得不离，还呼呼大睡。我在那里跪了差不多有2个多小时。但下跪也无济于事。莫言说，底层男人需香火，中层男人找帮手，高层男人挑战友，渣男等扶贫。张波无疑是最下等的渣男。之前看中陈美琳的小康，得手之后又刚好能够到叶晨晨的富有，怎么能放弃？于是2020年2月，在张波的强烈要求下，陈美琳同意离婚。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女儿归陈美琳抚养，儿子暂由张波抚养到6岁，再交给陈美琳。张波需支付80万抚养费，分期支付。离婚后，张波把陈美琳的电话、微信都拉黑了，两人几乎没有联系。恢复单身的张波和叶晨晨感情更进一步，但张波想要和叶晨晨结婚，却还存在障碍。叶晨晨说，他和他的父母都无法接受张波有孩子。你要跟我在一起，就不能有他们。这句话也成了日后悲剧的导火索。叶晨晨对张波的2个孩子很不满。叶晨晨经常在微信上逼问张波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解决？带着他们，我们不可能幸福。如果你不解决，我们就分手。张波一开始试图安抚他，可到了2020年5月，叶晨晨直接下了最后通牒，你要他们还是要我？张波选择了后者。其实早在2020年2月前后，张波和叶晨晨在重庆市长寿区见面时，便共谋打算杀害2个小孩。随后，张波和叶晨晨又多次通过面谈、微信聊天等方式共谋杀害2个小孩的办法。第一个方案是张波开车带着2个小孩把车开到河里，但因为车没有买保险，而且张波自己也有可能会有危险，就放弃了这个方案。第二个方案就是采用意外高坠的方式。2020年6月，叶晨晨多次通过微信催促张波作案。2020年10月，张波和叶晨晨商定，以给孩子买衣服为由，把孩子接至张波家中伺机作案。2020年10月25日，张波让其母亲联系陈美琳，将孩子接到自己租住于重庆市南岸区锦江华府的家中。陈美琳的母亲觉得此事十分蹊跷，因为离婚后张波对小孩从来不闻不问。陈母甚至怀疑张波是不是要把女儿拐去卖掉。陈美琳却天真的认为张波有可能是回心转意了。那天张波带女儿去买了新衣服，但因陈美琳一直在场，张波未能作案。期间，张波和叶晨晨通过微信联系，叶晨晨让张波将孩子留下过夜，张波则表示再找机会，下周再将孩子接来动手。他说我不知道爸爸是谁，然后我就在问妹妹，我说张瑞雪，我说你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？他想都没想，他说我喜欢爸爸，我想跟爸爸在一起。2020年11月1日，张波主动联系前妻陈美琳，要将孩子接至家中。这次张波的态度也十分反常。他说，陈美琳，我求你了，你把雪雪就留在这里吗？陈美琳觉得毕竟是爸爸，也没有多想。11月1日，因为张波的母亲一直在家中，张波没有找到机会作案。当晚，张波驾车前往重庆市长寿区与叶晨晨见面。2020年11月2日下午，张波迎来了他与叶晨晨共同策划已久的机会。这一天，张波的母亲外出打麻将，家里只剩下他和一双儿女。这时叶晨晨打来了微信视频电话，叶晨晨看到张波还是犹豫不决，迟迟不肯动手，就以割腕的方式逼迫张波赶紧行动。张波向警方交代时提起，在2人视频通话的过程中，他看到叶晨晨的血都流了出来，当时就慌了。被叶晨晨这么一击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抱起2个孩子的双腿，直接从飘窗将姐弟俩先后抛出了窗外。孩子们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反应，身体就从15层的高空直直地坠落了下去。张波穿着睡衣，连忙乘电梯跑下楼去，看着坠落在地面的姐弟俩，上演着自己编排的悲情戏码。他瘫坐在2个孩子身旁，不停地捶打自己，嚎啕大哭。
都怪爸爸没把你们照顾好。他谎称2个孩子是玩耍时不慎坠楼，泪流满面的表演，试图博取周围人的同情。救护车赶到后，发现2岁半的姐姐雪雪是头着地，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。弟弟虽然没有明显外伤，但也是奄奄一息，被紧急送往医院后，很快也被宣布医治无效。在医院里，细心的陈美林无意中听到张波谈论保险的事儿，这与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父亲的表现大相径庭。正常情况下，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应该沉浸在悲痛中，而不是考虑保险赔偿的事宜。这个细节引起了陈美林的警觉，他又回想起张波近期的种种异常行为，比如突然频繁地要求看望女儿。带着这些疑虑，陈美林鼓起勇气向警方说出了自己的怀疑。他的这一举动也成为揭露真相的关键转折点。陈美林的怀疑得到了警方的高度重视，随即迅速展开了调查。首先，警方询问了张波，尽管先前张波已在脑海中预设好了各种答案，甚至还故作悲痛地向警方描述了孩子们是如何自己掉下去的，但毕竟他心里有鬼，还是会语无伦次，自相矛盾。他一会儿说自己当时吃了感冒药在睡觉，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一会儿又说自己在沙发上打游戏，没有看到。接着，警方在勘察现场后，发现了张波的供述漏洞百出，有诸多疑点。首先，警方注意到15楼的窗户并不容易被幼童轻易打开。痕迹专家指出，窗户的开启需要相当的力气，这与张波声称孩子们自己打开窗户的说法不符。其次，张波声称孩子是意外坠楼，但法医在阳台上并未发现孩子的指纹、鞋印或是孩子攀爬的痕迹，却发现了张波赤脚的脚印，窗台外缘还有姐姐的抓痕，这些证据直接推翻了他的谎言。警方还发现了疑点，次卧飘窗离地80厘米，1岁幼童难以攀爬，窗户上未安装防护栏，张波家中飘窗的金属护栏也不合常理的被锯断。第三，2个孩子的坠落轨迹一致，像是被抛下去的，而不是自己跌落的。现场的血迹分布也与单纯坠落的情况不同，可能存在人为因素。第四，张波、叶晨晨2人删掉了大量的聊天记录。接着，警方的技术人员成功恢复调取了张波、叶晨晨手机中的聊天记录。他们发现，从案发前几个月开始，张波和叶晨晨的微信聊天内容就充满了杀意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动手之后不要让别人知道。他们没了，我们才能幸福。张波被带回警局进行审讯后，叶晨晨也很快被传讯。在审讯过程中，2人均表现得十分冷漠，甚至一度否认与案件有关。直到警方拿出确凿的证据，张波才最终承认，他是在叶晨晨的逼迫下才动的手。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杀戮，而罪犯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和他深爱的情人。案件曝光后，社会舆论一片哗然，愤怒的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声讨张波和叶晨晨。禽兽不如，这简直是人性的泯灭，这样的父亲根本不配为人。甚至有许多网友自发前往法院外，希望能亲眼见证2人被判死刑的那一刻。我放生，我自己是2个小孩，我听到那种说亲手把2个娃儿扔下去，然后作为心会那种难受。我觉得那个父亲他还没得人性来了。那是我作为一个父亲来说，我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我觉得那个时候表现是我不应该，但是我真的是你们太难受了。2021年，案件正式开庭审理。庭审现场，张波低着头，不敢看前妻的眼睛，而陈美玲已经哭得站不住了，声音撕心裂肺：“那是你的孩子呀，他们喊你爸爸的呀。”一审过程中，张波承认犯罪事实，但他也声称做这一切都是被叶晨晨所蛊惑逼迫的。而叶晨晨则是各种狡辩，辩称自己只是口头说说，并没有实际参与犯罪，把过错全部推到张波身上。我叫你做这个事，只是让你知难而退而已。那毕竟是你自己的孩子，
我不相信你会为了我去杀掉自己的孩子。二人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证据，仍然在法庭上互相推卸责任，试图逃避死刑，演足了狗咬狗的戏码。据起诉书中透露，张波与叶晨晨最早于2020年2月左右并共谋杀害小孩。同年6月，叶晨晨还催促张波作案，中途二人经历过分手，却在和好后继续谋划作案。2020年11月1日，张波主动联系前妻，将女儿带到自己家中与儿子玩。11月2日下午，在等到家中没有其他成年人后，张波将2个孩子从15楼扔下，并伪装成意外坠楼事件，致使女儿当场死亡，儿子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。案发后，张波在坠楼现场一度痛哭。判决书显示，当时张波的陈述引起警方怀疑，且他与女友叶晨晨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删除。警方认为不符合常理，后立案侦查。民警对张波、叶晨晨的手机提取扣押后，经技术部门恢复 1.7万余条微信聊天记录，发现二人为扫清结婚障碍，产生处理掉2个孩子的想法。公安机关依法收集整理了张波与叶晨晨2020年6月3日至11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，被告人张波、叶晨晨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在共同犯罪中，张波、叶晨晨地位作用总体相当，均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，应按照各自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。张波、叶晨晨视张波的亲生子女为结婚障碍，共同预谋采用制造意外高坠方式杀人，致2名幼童死亡，严重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。犯罪动机极其卑劣，情节特别恶劣，手段特别残忍，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，应依法惩处。法庭当场宣判张波死刑，叶晨晨死刑。2022年1月19日，张叶二人在法庭上诉期间，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材料，提起上诉。2023年1月1日、1月14日、1月27日，张波多次给前妻陈美琳写信表达忏悔，并请求她原谅。他回忆和陈美琳在一起的时光，表示后悔和叶晨晨好上，还说出狱后一定会好好补偿。张波给我写信，那一定是有人在教他。第2年，张波给我写的信的那个笔记，根本就不是张波的。我现在呢也回了他一封信。2023年4月6日二审开庭，庭审中张叶二人当庭翻供。张波表示，孩子坠楼系意外，不是他扔下去的。叶晨晨则表示，警方恢复的聊天记录中的杀害2个小孩的共谋内容，只是2人冲动的商讨，并没有想去实施，并称自己有精神疾病。法庭宣布休庭，择期宣判。2023年5月11日上午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波、叶晨晨故意杀人上诉一案进行2审公开宣判。法院认为，1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定罪准确，量刑适当，审判程序合法，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1审原判，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复核期间，叶晨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，经查不属实，依法不构成立功。据此，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1审对被告人张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对被告人叶晨晨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。2024年1月31日上午，重庆市第5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，对张波、叶晨晨2人执行了死刑。张波和叶晨晨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，2个无辜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，就被最信任的人亲手推向了深渊。人性中的恶，有时真的很可怕。视频的最后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妈妈陈美琳的近况。陈美琳在经营一家售卖提拉米苏的小摊位，她说：“偶有深夜哭泣，但生活需要继续。”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
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